我正准备找朋友排位打王者，忽然这时手机响了，我看了看，是父母的短信。他们不是出去玩了吗？家里现在剩下我和爷爷奶奶，这时候发信息给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奶奶做的饭可以吃，但是奶奶做的饺子千万不能吃。如果有亲戚过来拜访，立马拒绝开门，不要让他们进来。爷爷有老年痴呆，他已经记不起任何人，如果他清晰地喊出你的名字，请马上远离。春晚晚上8点开始，在8点之前看见春晚，请立刻关闭电视，保护好妈妈给你买的玩偶，记得喂食家里的大黄，请将每天吃剩下的饭菜给他点。妈妈和爸爸会在第3天早上回来，提前回来的不是爸爸妈妈，不要进爸爸妈妈的房间，哪怕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进去。晚上睡前，请给家里供的神像上香，千万不能忘记。我看着这些信息，心中很是疑惑，顿时感到莫名的心慌。这时我听见厨房里传来剁东西的声音，来到厨房，发现奶奶正在剁着肉馅。小七奶奶包了饺子，晚上咱们吃饺子。我看见砧板上是一堆黏糊糊的红白混合的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腥臭味。我忽然胃里一阵恶心。奶奶做的饭可以吃，但是奶奶做的饺子千万不能吃。虽然我觉得这些规则有些奇怪，但是我还是选择相信爸妈。奶奶，年年都吃饺子，我都吃腻了，今天我们吃点别的吧。也是，那这馅料我一会去拿给你爷爷吃，去叫你爷爷出来吃饭吧，不要让他睡太久了。我来到了爷爷的房间，爷爷坐在轮椅上，合着眼睛正在睡觉。爷爷吃饭了。小七，现在是几点钟了？我好像睡了好久了呀。我刚要回话，忽然觉得一股寒意突然涌上心头。爷爷有老年痴呆，他已经记不起任何人。如果他清晰地喊出你的名字，请马上远离。你奶奶在做饭呢吧？我闻到了一股好香的味道。他缓慢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但爷爷前年就中风了，他根本不可能站起来。好香的味道啊，我好饿。爷爷嘴角流着哈喇子，死死看着我，被吓得连忙跑出了房间。小七，你慌慌张张的干嘛呀？我颤抖着指了指身后。你爷爷怎么还在睡觉？你没叫醒他吗？但是房间里爷爷依旧坐在轮椅上，闭着双眼，仿佛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硬着头皮走到爷爷面前喊了一声，这一次并没有发生诡异的事。爷爷傻乎乎地对着我笑了起来，是平时的那个爷爷。吃饭的时候，奶奶打开了电视，电视里竟然在播放春晚节目。今年春晚的播出时间怎么提前了？现在才7点多钟。电视上穿着红色西装的主持人站在舞台，他的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此时好像在死死地看着我。春晚晚上8点开始，在8点之前看见春晚，请立刻关闭电视。我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才反应过来，拿起遥控器就关掉了电视。怎么突然关了？这歌唱的还挺好听的呀。奶奶，你刚刚有看见吗？看见什么？刚刚不是那个歌手在唱《难忘今宵》吗？原来刚刚那个诡异的画面只有我一个人看到。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楼上的邻居红毛打过来的。小七，今晚的春晚你看了吗？怎么提前播出了？真是奇怪了。关掉，马上关掉电视。你在胡说什么呀？你那边好吵啊，是不是家里来了很多客人啊？我感觉头皮一麻，浑身是凉意彻骨，我家里根本没有其他客人。对了，我感觉春晚的节目好不正能量啊，说要给我们表演一个生切活人头的魔术，听起来感觉怪怪的。你拿着刀干什么？犀利的惨叫声从电话那头传来。红毛，你怎么了？你那边发生了什么事？电话那头没有任何回答，只听到打斗后东西摔地上的声音。过了一会，电话那头才传来红毛的声音。我没事。你快吓死我了，刚刚是怎么了？你爸没有对你做什么吧？没事，我就是被春晚上的活切人头魔术吓到了。你没事就好，赶紧关掉电视，别问为什么。反正那不是春晚，我关掉了，等会我就下来找你。我还想说点什么，红毛却挂断了电话。经过刚刚这些诡异的事情，我顿时没有吃饭的胃口。就在这时，我听到前面传来了开门的声音，爸妈房间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一条缝隙，我想应该是爸妈房间的窗户没有关好，门是被风吹开的。我刚准备进去把窗户关上，突然停住了脚步。不要进爸爸妈妈的房间，哪怕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进去。你爸妈也真是粗心大意的，走之前连门也不关好。这时风把门又吹开了一些，看到窗户上有个黑影，一晃一晃的，好像是一个没有四肢的人。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正在我处在惊恐中的时候，奶奶却已经走进了房间，并没有人挂在衣架上，那只是一件妈妈的连衣裙而已。风把连衣裙吹得摇摇晃晃的，从某些角度像极了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诡异的事情。不可否认，我的神经是过敏了一点。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关注小七，下集更精彩。突然
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刚来到大门边，门外就传来了红毛的声音：“小七，快开门，我爸让我给你带了点自己家做的酱油肉。”我看了眼猫眼，门外红毛手里拿着一个袋子，除了面色有些苍白，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等等，红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矮了？他个子本来很高，但现在看着却短了一截。一个极为恐怖的念头突然在我心底升起，红毛的腿会不会被打没了？我冷不丁的打一个寒颤。快开门啊！我知道你就在门后。他的脑袋歪在一侧，像是故意歪着脑袋说话一样。这时奶奶走了过来：“怎么不把门打开呢？这大冷天的，红毛站在外头多冷啊！”奶奶打开了门，一股阴冷的风吹了进来。红毛站在门口，他的2条小腿居然被打折了，只能一拐一拐的行走。我之前那个恐怖的想法是真的，而我到现在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红毛的脑袋一直是歪着的，他的头和脖子仅只有一层薄薄的皮，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你们帮我看看，我的脑袋怎么老感觉轻飘飘的，而且怎么也浮不直。我奶奶直愣愣地站在那，表情像是被吓得呆住了。我因为恐惧而僵直的身体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去关门。红毛突然猛地抓住了我的手：“不止一次，规则那条假的。”红毛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我根本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松开了我的手，一拐一拐的离开了。吓死我了！那孩子怎么回事？那个样子怎么还能走路说话呀？我不知道怎么跟奶奶解释，从爸妈给我发来的信息开始，一切都变得十分诡异起来。还有红毛跟我说的话，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一条规则是假的？我心里愈发的不安起来。太邪门了，实在太邪门了，一定是不干净的东西。关注小七，下集更精彩。奶奶一脸紧张的来到了神像前，跪了下去。她非常虔诚的嘴里碎碎念着，祈求着神明的保佑。我盯着那座神像，微微皱起了眉头。其实我一直不喜欢奶奶去供奉这个神像，但我小时候总是生病，去医院又看不好，奶奶便去求了一位高人，带回来了这个神像。刚开始我对他也没有太排斥的感觉，但直到有一次我半夜上厕所，在经过神像这里的时候，看到神像在大口大口的吸食着贡品之后，我就对这个神像产生了恐惧感。我也不清楚我那天看到的到底是幻觉还是什么。我也曾求着奶奶把神像送走，但奶奶和爸妈却怎么也不同意。因为自从请来了神像之后，我的确没有再生过病。经过红毛这出，我和奶奶都没了看春晚的心思。奶奶你早点去休息吧，我来洗碗。可是就在我走进厨房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声音，声音似乎是从冰箱里传出来的。我刚来到冰箱旁边，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狐臭味，好像是冰箱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我强忍着恶心，决定打开冰箱查看一下。这时手机再次响起，是妈妈发来的信息：今晚是除夕，你不能在12点之前睡着，不要打开冰箱，千万不要打开。你可以喝奶奶给的任何东西，除了牛奶。睡前请到爷爷的房间里，握住爷爷的手，告诉他一切都会没事的。9点之前必须熄灯，睡觉前请确保卧室的门是关上的。如果发现门打开了，请立刻躲到衣柜里。半夜如果你听到奶奶在喊你的名字，一定不要出去。假如你违反了规则，请马上把红色玩偶扔在地上，它会保护你。中午12点，你可以和奶奶到阳台上午睡，这时候奶奶说的所有事情，你可以无条件相信。看到爸妈发来的这些规则，我都要崩溃了。之前发来的规则，我好不容易才记下来，现在又发了一大堆。不过好在我没有打开冰箱。这时我想起了红毛的话，万一这条规则是假的呢？不，红毛说的也可能是假的，毕竟他那个样子也太吓人了。我最终还是没有打开冰箱，我忍不住给爸妈打去了电话。妈妈的一直没有接通，倒是爸爸的响了一会接通了。爸爸，你们在哪里？你们给我发来的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很冷，这里很冷，别担心，我很快就回家了。他说完这句话，电话就挂断了。爸妈到底在哪里？爸爸说他好冷，到底是什么情况？一个极为恐怖的想法在我心里产生，不会的，一定是我想多了。我看了眼时间，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我想起了那条规则，晚上睡前，请给家里供奉的神像上香，千万不要忘记。关注小七，下集更精彩。我来到神像前，插了3炷香，就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却突然看见神像似乎在动，我被吓了一跳。我揉了揉眼睛，可当我再次望去的时候，神像依旧是原来的神像，难道刚才是幻觉吗？就在我惊奇不定地打量着神像的时候，爷爷看着电视，嘴里发出咯咯咯的笑声。电视里的红衣主持人又是一副温和的笑脸，死死地盯着我，不时地发出咯咯咯的声音。我急忙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听到爷爷发出声奇怪的嘟囔声：好沉啊，我的肩膀好沉啊。我抬头看了一眼漆黑的电视屏幕，浑身血液瞬间冻结了。
爷爷的肩膀上趴着一个披头散发的黑影女人，可现实中爷爷的肩膀上却什么也没有。我再次看向了电视屏幕，那个女人消失不见了，好像刚刚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可怕的幻觉。爷爷肩膀还沉吗？不沉了，不沉了。我松了一口气，握住了爷爷的手。爷爷，一切都会好的，会没事的。爷爷的嘴唇颤抖了2下，一瞬间我感觉他原本浑浊的眼神似乎恢复了清明，他的眼睛突然涌出了泪水。我们没有听那个高人的话，犯了禁忌，是我们该改啊，我们做错了，全错了呀。我呆呆地看着爷爷，完全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像是没有恢复清醒，又像是突然清醒了一样。下一秒他的脸色顿时一变，呆呆地看着我。准确来说，他是看着我身后的电视屏幕。奶奶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房间里，手里拿着茶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爷爷刚刚跟你在说什么呢？你爷爷痴呆之后就喜欢说些胡话。小七来把牛奶喝了。你可以喝奶奶给的任何东西，除了牛奶。我想到了规则说的不能喝牛奶，于是说，奶奶，我今天不想喝牛奶。之前说不想吃饺子，现在又不想喝牛奶。小七，你今天是想欠揍吗？我今天就是胃有点不太舒服。怎么好端端的突然胃不舒服了？一定是平时辣条吃多了。他絮絮叨叨地说着，跟平常的奶奶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刚刚爷爷的表情明显是很害怕奶奶。难道奶奶有什么问题？关注小七，下集更精彩。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了床上，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已经快要9点了。9点之后必须熄灯，按照规则我关掉了灯，房间里瞬间陷入一片漆黑。我感觉到了一丝不安，同时一阵强烈的困意袭来。今晚是除夕，你不能在12点之前睡着。不能睡，一定不能睡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猛地睁开了眼睛，不好，我竟然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我一脸紧张的坐了起来，看了眼手机，手机上的时间显示现在是晚上11点，我还是在12点之前睡着了，违反了规则。此刻我不知道违反的规则会发生什么，心里感觉很是慌乱。我小心翼翼的从床上下来，准备去喝点水冷静一下。客厅里静悄悄的，就在我路过爸妈的房间时，我突然听到里头传来了说话声。难道爸妈提前回来了？不太可能。我趴在门上，想要听清楚里头到底有没有说话声。你说要怎么做才好吃呢？清蒸还是红烧？不如想想怎样不被小七发现吧，要是被他发现了就不好了。说的也是，不过小七傻乎乎的，应该发现不了。你也别太小看他了，没准他现在就趴在门口偷听呢。爸爸说完这句话后，房间里没有了任何声音。突然门打开了，我看到里面有2个黑影，他们手上似乎拿着什么东西，形状尖锐。这一刻，我似乎明白他们刚刚在讨论什么了。他们是在讨论如何把我做成菜吃掉。我被吓得连忙朝自己的房间冲去，但那2个影子紧紧地跟随在我后头。这时大黄飞奔来，趁着这个机会，我跑回到了房间里。门外传来了啃咬的声音，伴随着大黄痛苦的呜咽声。亲爱的大黄救了我，刚刚如果没有他，那么现在被啃食的一定是我。令人头皮发麻的啃咬声持续了10几分钟后，外面又恢复了可怕的寂静。那2个假扮爸妈的黑影好像走了。爸爸妈妈，求求你们快点回来吧，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不要出声，有人进了宿舍。看到红毛在宿舍群里发这条消息时，我正在宿舍厕所里边蹲坑边刷抖音。那个人浑身是血。红毛的消息一条一条的弹出来，我能感受到他的急切。丢加咩，瞬间把我刚拉一半的东西又缩了回去。你们赶紧找个角落躲一下，我先躲到隔壁宿舍报警。我屏住呼吸，我知道他不是在恶作剧，我已经听到了外面哒哒哒的脚步声，似乎是越来越清晰。厕所门上没窗，我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也不敢动弹弄出声响，只能僵硬地蹲在那里，死死地看着手机屏幕上红毛的消息。此刻看视频点赞关注的人成了救命稻草，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在洗手间那狭小的环境里，我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此时门外传来那个人开柜门和掀被子的声音，我几乎能想象出一个浑身是血的人一个一个地掀开我们的窗帘往里看。还好我在厕所里，其他人也都不在宿舍。绿毛和小黄今晚有节选秀课考试，宿舍里只有我和红毛。刚刚我在蹲坑，红毛在走廊外接水，外面响起了砰的关门声，随即脚步声远去。那个人没到阳台来看，我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我站起来提上裤子，在宿舍群里回了一句好像走了。群里有个奇怪头像的人突然问了一句你在宿舍里？与此同时，许久没有动静的红毛又发了一条消息，隔壁宿舍没人，好几个宿舍都空了。2条消息几乎同时发出来，我愣了一下，赫然发现4个人的宿舍群成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5个。
门外走廊重新响起一阵急促的哒哒哒的声音，像是有人急促在走廊上飞快地跑。我迅速地反应过来，用最快速度冲出厕所，扑向宿舍门口，用身体死死地抵住门反锁。几乎同一时间，门外有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在宿舍门上。学校的木门显然不怎么结实，被撞了几下，已经摇摇欲坠。我拼命地抵住门，门板上传来的撞门力度大得惊人。靠北，出什么事了？宿舍进来人了，你们两个没事吧？手机屏幕亮起，宿舍群里有消息弹出，是小黄，显然是刚刚看到消息。我们两个刚进宿舍楼，这个人是谁拉进来的？小黄也注意到了群里刚刚出现的第5个人。我在输入框里打，别回宿舍，先去舍管或者其他宿舍待着，宿舍门口有个变态。刚想点发送，却又想到那个变态也在群里，于是点开了和小黄的私聊对话框，消息显示发送失败。丢加咩，我才发现竟然没有信号。上集说到我被困厕所，一门之隔却有诡异的声响，群里短信警告不要出去，顿时间吓得我把拉出一半的东西缩了回去。正在我用吃奶力气顶住宿舍门，不让那个恐怖家伙进来的时候，撞门声却停止了。我想发求救信息，但是没信号，可是宿舍群里却可以正常聊天。红毛的消息先我一步的在宿舍群里发了出来，别回宿舍，先找个地方躲着。只有这个宿舍群还能发消息。这时门外的撞门声忽然停了，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我拼死抵抗，所以选择了放弃。此时神经绷紧的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快地呼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快要虚脱了。于是我在群里发，大家千万小心，他现在不在门口了。消息发出之后，我顿时觉得不对劲。等等，我没听到离开的脚步声，一股恐怖感油然而生，迅速地遍布全身。我迅速地重新抵住门，同时门被从外面狠狠地撞了一下，只差一点就要被撞开。他刚刚差一点点就要进来了，怎么办？我不能坐以待毙。既然那个怪人也在群里，我就在群里发，大家别怕，红毛刚刚已经报警了。这话也是我故意说给那个人听的，我心里祈祷着那个人能看到这句话后赶紧离开。谁知道红毛没看懂我的意思，反而说110打不通，一点信号都没有，我们只能在这个群里说话。绿毛社长，快先把这个人踢出去，这就是那个变态。这理解能力怎么这么差？这时群里又有消息发出，剃不掉不知道这么回事，他成了群主了。咱们宿舍周围的宿舍门都没锁，里面都没有人，灯还开着。有个宿舍里面的人在吃着泡面，吃着吃着，忽然所有人一下消失了。此时我的心里已经是拔凉的，生怕我就是下一个被消失的人。值班室空着，舍管大妈不在，我们出不去宿舍楼了。值班室旁边的大门现在变成了一堵墙。鬼打墙，我脑海中立马显现出这3个字，但是我不是林正英啊，也不会画符。与我只有一扇门之隔的人究竟是人还是鬼？我头皮一阵的发麻。快离开那里，别在群里说自己的位置。位置？对，我就是这么暴露的。这个宿舍群是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为了方便找到我们的位置。我们宿舍在4楼，小黄他们在1楼的话，他跑下去怎么也要1分半到2分钟的时间，更何况我没听到他离开的脚步声。他虽然不撞门了，但仍然守在我门口，没有离开。他找到其他人还需要时间，但我就在这里逃不掉。他撞开门只是时间问题，可是红毛刚刚也说他在隔壁宿舍啊，他为什么不去找红毛？我一没钱，二不帅，只是一只单身狗。忽然，一股恐怖感油然而生，迅速的遍布全身。我迅速的重新抵住门，同时门被从外面狠狠的撞了一下，只差一点就要被撞开。他刚刚差一点点就要进来了，怎么办？我不能坐以待毙。只见阳台外面一个恐怖身影快速飘过，顿时被吓尿的我擦了擦眼睛，但是什么都没看到。于是我战战兢兢地走向阳台，想去一探究竟。正在此时，一只手伸向我害怕极了，心里默念各种驱魔咒之后，恐惧感才稍微减少了一点。别出声，别怕是我。是绿毛，他不是和小黄2个人在楼下吗？我惊喜地睁开眼，刚想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绿毛一把捂住我的嘴，然后摇了摇头，继续对我做口型。别出声，他还不知道能从别的地方进来。我瞬间出了一身冷汗，绿毛能从阳台翻进来，门口的他也能找过来，只是时间问题。绿毛用力地拖过一旁的床，把他抵在宿舍门口。床很笨重，拖到门口费了不少力气，也幸亏他笨重，用它抵住门很有安全感。我们瘫坐在地上，相互看着对方。此时门外还时不时地传出阴森恐怖的声音，我们瑟瑟发抖，不敢出声。绿毛在手机打字给我。我和小黄刚刚在楼下分开跑了，这里不安全，我们要赶紧想办法离开。他在门口堵着，我们出不去啊，怎么办？此时门外撞门声又响起了，而且越撞越猛，感觉眼前这个门快顶不住了。我们走阳台，你跟着我。我点点头，可绿毛来到阳台，他直接跳了过去。看着眼前是我们唯一能逃出去的路，虽然感觉很害怕，但听到身后的撞门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切，我鼓起勇气，用力一蹬，跳了过去。此时也传来了一声巨响，我知道那个宿舍门被撞开了。来不及喘气的我们立马起身就跑，但身后的家伙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此时绿毛对我说：
这样不行，我们必须分开跑，不然一个都跑不掉。我看着他，用力的点点头，于是我们分别往2个不同的方向跑。我来到另一个宿舍，把门一关，坐在地上大口的喘着气。此时手机忽然响了，游戏主题捉迷藏，玩家全部与怪物保持一段距离，成功的完成第1个任务，获得怪物线索，一定有人会活着离开这里。提示：每名玩家的线索都不同，请自行选择是否把线索与其他玩家分享。第2个任务已开启，请再接再厉。任务列表：任务1，不让怪物靠近自己，已完成。任务2，活过凌晨3点，进行中。宿舍楼的人都不见了，大家都藏起来了，真相也不见了，秘密全都藏起来了，大家都在找呀找，找什么呢？墙上的字，甲板间的纸条，火焰烧过的一切都是很重要的线索，你们需要快一点，在他来之前弄清楚一切。躲猫猫的话，只藏好是没用的。任务3，未解锁完成。任务2开启，活过凌晨3点。现在是11点，还有整整4个小时的时间。我点开一直跳动的群聊消息提示，他们是真的不在意他也在群里吗？当然我也明白，眼下我们4个人都分开，独自一个人确实更容易害怕。我把聊天记录一直拉到最上面。你们有没有收到短信？游戏任务那个吗？我收到了。我在网上看过这种小说，应该是无限流，一般完成系统任务就可以离开这里。我这边的线索是，他会慢慢学会新的办法，直到找到你们。什么意思啊？我看着小黄发出来这句话，脊背发凉，意思是说他在变强吗？那么现在是不是他最弱的时候？刚刚他撞了那么久的门也没进来，说明他并不算很强。我们有4个人，可以趁现在杀了他吗？我继续往下翻。假如他真的会越来越强，我们这样藏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被困在这里了，也许杀了他，我们就可以出去。我的提示是不要和他对视，他能看到你在想什么。我的是他因他而来，也会因他而离开。只见阳台外面一个恐怖身影快速飘过，顿时被吓尿的我擦了擦眼睛，但是什么都没看到。于是我战战兢兢地走向阳台，想去一探究竟。正在此时，一只手伸向我害怕极了，心里默念各种驱魔咒之后，恐惧感才稍微减少。怎么办？此时门外撞门声又响起了，而且越撞越猛，感觉眼前这个门快顶不住了。我们走阳台，你跟着我。我点点头，我知道那个宿舍门被撞开了，来不及喘气的我们。别出声，有人进了宿舍。看到绿毛的消息，我的心狂跳了起来。我刚刚想回复，被猛地狂撞了一下，被吓得不轻的我立马起身去堵住门，还是被他找到了。还好我上锁了，我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打算故伎重演，一会从阳台翻出去。这时手机响了，疯狂地弹着消息。绿毛，你刚刚是怎么找到小七的？你们2个是怎么离开那个宿舍的？让我猜猜是阳台对吗？你们可真是聪明啊！那我也走阳台好了。完了，阳台门是那种普普通通的推拉门，根本没法锁。我抬头看向阳台方向，只见那家伙慢慢地爬到阳台上。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这东西，他戴着帽子，低着头，我看不清楚他的脸。我快速地打开门，在他扑过来的前一刻，推开门往外跑。刚跑了几步，却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重重地摔在地上。绊倒我的是一双染血的布鞋，他把鞋脱下来了，所以我刚刚听不到他走路的声音。他一定是在挨个房间尝试开门，一直找到了我藏身的地方。我忍着疼爬起来，继续往下跑。我突然明白了，线索里的他会慢慢的学会新的办法，直到找到你们。再往下就是1楼了。小黄说1楼的大门已经不见了，往下跑也没用。我用吃奶的力气拼命的跑，始终没有见到那东西追上来。他的动作似乎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到了1楼，我走着走着，一扇门突然打开，一双手伸出来。小七是我刚刚发现这个房间他不进来。我一下子平静了下来，那个人放开了我，是小黄。小黄和我解释很奇怪，他挨个的打开门看，却不进这个屋子里来。说完，小黄给我比了一个虚的手势，他追过来了。我们能听到他开关门的声音，但唯独这个房间被他直接无视了。我心里泛起一个毛骨悚然的猜测，这个屋子里不会有什么更可怕的怪物吧？他会不会在害怕什么？放心，我刚刚检查过了，这里似乎是个杂物间，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还找到了这个明晃晃的线索，一本笔记本。今天同学他约我去，收到了同学的今天表白。墙上有人，不可能，我怎么办？我一直往下翻，一个有用的人名都没有提及。而最后几页，我迅速的翻了翻，全部都写满了。你背叛了我，那你们就都死吧。看着密密麻麻的字，我胆战心惊，写这本日记的人是不是已经疯了？这时手机忽然响了，你们看一下手机的日期，今天是哪一天？我的是4月5号，但今天明明是4月1号。我的手机锁屏上一直都显示日期和时间，但今天太慌乱了，我根本没机会仔细的看。看到这句话，我仔细的去看手机日期，我也是4月5号。今天明明是4月1号，或者说4月2号，刚刚过0点，中间少了整整3天。绿毛继续在宿舍群里消息，你们看，这是我刚刚在3楼一个宿舍门口拍的。
紧接着连发了好几张照片。看完照片，我顿时毛骨悚然。我抬头看向阳台方向，只见那家伙慢慢地爬到阳台上。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这东西，他戴着帽子，低着头，我看不清楚他的脸。我快速地打开门，在他扑过来的前一刻，推开门往外跑。刚跑了几步，却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打开绿毛发来的一连串照片，一个宿舍门口被贴满和喷了各种字，全都是各种不堪入目的骂人的话。好像是住在里面的一个女生抢别人男朋友，虽然这样，但为什么闹这么大？毕竟别人感情的问题，无关的人顶多吃瓜吧。我有些焦急，我刚刚才在群里说过，不要发自己的位置，他会发现。我现在不在那个门口了，不用担心。我感觉更加离谱了，为什么绿毛会在走廊里到处转？你不怕遇上阿飘吗？我刚刚看到他追着你往楼下下去了。那个规则提示不是说要我们楼里转转找线索吗？我就在3楼转了转。他语气轻描淡写。放心，我现在当然不在3楼了，我找到红毛了。小黄也在看消息，看到这里偏过头问我，要不咱们也去2楼看看？为什么你们胆子都这么大？小黄理直气壮。还是要做足准备啊！3点这个时间点之前，肯定会发生什么大危险，还是要出去转一转。我摇摇头，我是真的不想去，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怪物不会进来的屋子，而且我刚刚意识到了一件事。一开始我在宿舍里的时候，红毛在宿舍群里说他在隔壁宿舍，他应该也看到了。可是他没有去抓红毛，反而紧盯着我不放。我和绿毛往楼下跑时，绿毛去了3楼，我去2楼，他没有去找更近楼层的绿毛，反而跟到了我2楼。刚刚又跟着我到了1楼，他只攻击我，或者说起码他优先攻击我。我想起了绿毛的那句线索，他因他而来，也会因他而离开。难不成？我想到了一个可能性。我对小黄点点头，好吧，你说的对，我们去2楼。我们看到绿毛说的那个房间了。我和小黄在2楼蹑手蹑脚地走，走廊里没有看到他的身影，我们呼出了一口气。我们2个在一间宿舍门前站定，几乎一眼我们就可以确认，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线索。这间宿舍和刚刚1楼的安全屋在同一个位置，也和4楼我们的宿舍在同一个位置。进门那一瞬间，映入眼中的是满屋的焦黑，屋子里的桌子、床架、柜子残破不堪，阳台门的玻璃也全碎了，这个屋子里曾经失火过。这时我们2个同时收到一条短信，已经有2名玩家触发任务，宿舍废墟，大火并没有将一切都化为灰烬，废墟里仍然有着大火前的蛛丝马迹，宿舍若找到起火的原因，就能离开宿舍，火焰只是暂时熄灭，3点时大火将在宿舍里重燃。提示：有些线索也许不在这里。已经有2名玩家触发任务，宿舍废墟，找到起火原因才能离开。我和小黄刚进入这间被烧得满屋焦黑的宿舍，就收到触发了宿舍废墟任务短信。看完短信，我第一反应马上尝试去开门离开这里，外面门把手被死死地拽住了。我拼命拽动着门把手，外面的东西就像力大无穷似的，没有一点松动的感觉。小黄从身后抱住了我的腰，我们2个同时用力，门被拉出了一条缝。我马上把腿伸了出去，试图用身体挡住门的关闭。门外一张脸伸了过来，那张脸有点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甚至能感觉到他嘴里吹出来的空气，吓得我一声尖叫，手一松，小黄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咚的一声，门被迅速关闭。我从小身体不好，体弱多病，风一吹就会倒，还偶尔伴随着腰酸背痛、腿抽筋，幸亏有小黄垫在下面才没有受伤。小黄把我推开，站起来的同时对我抱怨道：“你干嘛？突然放手，我差点被你压死。”我尴尬地说道：“赶紧找线索吧，只有找到起火原因，我们才能离开。”距离3点只有2个小时了。整间宿舍不大，我和小黄没用多久就翻看了一遍，没有找到任何有用信息。绿毛，我和小黄被他关在你说的那个房间了，我在群里说道。我记得绿毛和红毛在一起，希望他们2个看到消息能来救我们，也是故意发给那个神秘人看的。一直以来，我们几个都是分散在一起，如果我们4个集中在一起，不知道能不能对付他。令我想不到的是，群里却出奇的寂静，隔了很久也没有人回应。群里的那个神秘人也出奇的安静下来，没有发出任何消息。我开始有些焦急，继续在群里说道：“绿毛、红毛，你们在吗？快说话！”但是依旧没有回应。小七，你有没有觉得绿毛有问题？小黄的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声音不大，但就像一道惊雷一样从我耳边炸响。今晚的经历，我一下就串联了起来。那个神秘人始终都跟随着我，但这里好像都有绿毛的影子。最开始是绿毛把我从宿舍带出来后，那个神秘人就像知道我的行踪一样，一直跟到1楼。现在这个房间也是绿毛最先发现，发照片给我们，就好像是他故意引导我过来的。想到这，我顿时后背冷汗直流。这时，我和小黄的手机同时响了，是红毛发来的。小七，千万不要相信绿毛，他刚才打晕了我，他要害我们，已经去了找你们了。我就说他有问题，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小黄愤怒地说道：“可是绿毛又为什么会害我？他是我在学校内最好的朋友，我们几乎吃饭、睡觉、学习都待在一起。虽然现在怀疑他，但是从心底我是不相信绿毛会害我的。”小七、小黄，快3点了，快告诉我答案。
安静了很久的神秘人又在群里冒了出来，他好像比被关在房间里的我们还焦急。看完消息，我和小黄赶紧再次寻找起线索，依旧还是毫无所获。小七，我记得刚才那条短信说线索也许不在这里，你还记不记得外面门上被画的乱七八糟的？还有刚才那本笔记，会不会是这个房间的住的人和别人的感情纠纷，被人害死在这里？我觉得小黄说的很有可能。正在此时，突然砰的一声，门被打开了，绿毛从门外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节木棍，笑着看着我们。我和小黄对视了一眼，两人几乎同时说出一个字：跑。我俩迅速绕过绿毛，冲出了这间困了我们很久的宿舍。跑了没几步，就听到后面的脚步声跟了上来。我回头一看，正是绿毛。绿毛边跑边在后面叫我，但好像又不敢太大声。绿毛的体质比我和小黄要好一些，眼看着距离我们越来越近。小七停下来，是我绿毛啊！我没敢回应，心里暗骂，就是因为是你才跑的，都这个时候了，居然还在伪装，这样早晚会被他追上。我心里盘算着如何摆脱追着我们的绿毛。这时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小黄不见了，可能是在刚才楼梯口去其他楼层了吧。就在我走神的这几秒钟，绿毛一下追赶了上来，我吓得浑身一哆嗦，赶紧提高速度摆脱了绿毛。过了一会，绿毛再次追了上来，而身后不远处突然出现了跟我一晚上的黑影阿飘。我顿时被吓得全身哆嗦。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绿毛忽然冲上来，迅速把我拉到了一旁的宿舍，然后反手把门关上，一屁股瘫软坐在了地上，用后背顶在了门上。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撞在了门上，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撞门声。声音过了一会消失了。绿毛对我说道：“你跑什么？你追我，我不跑吗？你为什么要害我？”你说什么？绿毛一脸懵逼地看着我，看着绿毛的表情，我若有所思。难道我们都误会绿毛了？不对，不可能有那么多巧合，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并且红毛被他打晕，可他现在伪装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绿毛，追着我们的阿飘是不是你女朋友？听到我的话，绿毛表情复杂了起来，沉默了好一会，叹息道：“原来你们都知道，那间烧毁的宿舍确实就是他之前住的宿舍，但他的死和我没有关系，那只是意外。意外，真的是意外，就不会有今天晚上的事了。可是他为什么会一直追着我不放呢？这和我有什么关系？那群里的消息，你为什么不回复我？我把手机给扔了，我发现无论我们去了哪里，他都知道我们的位置。如果不是通过我们的手机定位，那就是真的有鬼了。你是说那不是鬼，那是人假扮的？我们的手机内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控制了我们的手机，把我们的日期改成清明节这天，自己又扮成鬼。是红毛，我脑海里第一就冒出他。今天晚上我和绿毛、小黄都在一起过，只有红毛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而那个女阿飘一直在追逐着我，但始终都是保持一定距离，并没有真正的攻击过我们任何一个人。想来是害怕穿帮，怪不得他说绿毛打晕了他，原来是为了栽赃嫁祸。可是红毛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要问他自己了。哈哈，真是大聪明，不愧是学霸。一道声音从阳台传了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红毛出现在了那里。他快步走到我面前，小黄也跟了过来。看到小黄，我也都明白了过来。最先引导我怀疑绿毛的就是他，紧接着就是红毛在群里说自己被绿毛打晕，原来这是他们两个蓄谋已久。我们宿舍4个人，只有绿毛的关系和我最好，其他的虽然一般，但是从来没有过什么冲突。直到现在我一头雾水，你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之间好像并没有矛盾。这就要怪他了，凭什么他的运气那么好，所有的人都喜欢他？我们宿舍唯一的保研资格给了你，学校的女生都围着你转，你偏偏抢了我的小美。然而你还不珍惜她，天天跟小七混在一起，是你害死了她。本来打算让小黄把你们两个骗进小美的宿舍，3点钟用小美死的方式一起干掉你们，谁知道这个废物这么没用，就这点智商还想保研？站在红毛身后的小黄脸色铁青，一脸怒气地看着他。小黄自己做梦都没想到红毛居然想害自己。他和红毛合作，本来打算是挑拨我和绿毛的关系，让我们相互猜忌，互相伤害。没想到红毛这么疯狂，连他都不放过。我和绿毛都沉默了，面前的红毛是不是已经疯了？6只眼睛都死死地盯着红毛，生怕他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3点了，时间到了，红毛突然大笑起来，只见他的身后的阳台开始升起了火焰。这间宿舍应该是他提前做过手脚，火势朝我们蔓延了过来。绿毛反应最快，想去开门，却发现门把手根本扭不动了，想来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没想到红毛这个疯子连自己都不放过，火势越来越大，我们3个疯狂着撞击着宿舍门，火焰已经到了我们面前。我感觉到皮肤被烤得火辣辣的疼，就在最后一刻，砰的一声，门板在外面几个轮番撞击下轰然倒下。我们冲出宿舍，而身后的红毛已经被火焰吞噬。关注小七，下个故事更精彩。午夜12点，我刚想去睡觉，忽然好像从镜子上传出恐怖怪异的声音。我走过去一探究竟，突然镜子里面出现一排字：千万不要坐车牌号4444的车。镜子里面出现的字一会就消失了，当时我也没在意，估计是工作太困了出现的幻觉吧。于是我就走去房间睡觉了。第2天，经理临时通知出差，并派了车来接我。4444，我看着面前汽车的车牌号，脸色顿时惨白。昨晚镜子上出现的一排字就写着：千万不要坐车牌号4444的车。我在公司没得罪人啊，那么是谁搞的恶作剧呢？谁这么无聊，用这种拙劣的方式吓唬我？我刚想上车，却忽然感觉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向身体4周蔓延开来，这种感觉迫使我停住了脚步。
小七怎么还不上车？接完你还得去接经理。王经理说和客户约好10点半。司机在催促，我心中不安。忽然有个声音告诉我，千万不要坐上那辆车。恐惧的本能促使我给经理打了一个电话。经理，我拉肚子，要么您先去，我待会去搭地铁。电话那边的经理很不高兴。赶不上算了，我让小李子去。小李子是00后，能说会道，吹牛和拍马屁那是相当的溜，白的能说成黑的，还会一口流利的歪理骨的，所以在公司很混得开。他抢了我好几单生意，还闹到经理面前，经理只是拍了拍我肩膀，说要有容人之心，把我气得够呛。简而言之，我和小李子有仇，经理这么安排，明显就是对我的行为很不满。这单生意是我一直跟下来的，这么拱手相让，我很不甘心，但是我又不想坐上这辆车。我一咬牙，你让小李子去吧。随即车子扬长而去。我上了楼，观察着那面镜子，那是一面全身镜。我四处瞧了瞧，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此时的我又感觉有些后悔，说不定搞恶作剧的是熟悉的人，那台车是公司用车。我又想，这恶作剧不会是小李子干的吧？这镜子是从二手市场买的，那市场就在小李子家不远。我记得小李子说过，他一个亲戚就在二手市场里摆摊，他故意吓唬我，让我不敢去出差，他刚好抢了这单业务。我正在后悔不已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小七，我刚听说公司的车在路上和货车相撞，车都撞扁了，里面的人肯定都没了。我坐在那里身体发凉，同时又有些庆幸，要是我去出差的话，坐在那辆车上被压扁的就是我。晚上经理和小李子死亡的消息就在公司群里传开了，同事们唏嘘不已，也有知情的私聊。我说我运气好，不是运气好，而是这面镜子救了我一命。小李子是他替我找的替死鬼。今晚我没有睡，而是站在沙发旁，愣愣地看着这面镜子。今天刚起床准备去上班，忽然电话响了起来。你好，我是沙雕警局，有一起案件需要你过来一趟。到了警局，年轻的警员就给我放了一段视频，那是一段监控视频。只见一个工厂门口，一辆货车驶来，忽然刹车停在门口，后面跟着的小车没有减速，甚至有些加速，砰的一声巨响，撞上了前车。那小车车牌号竟然就是4444，这不是简单的一起车祸，经过调查，是发生事故的车辆刹车出了问题，我们怀疑是一起谋杀案。我的脸色有些惨白，不是简单的车祸，是谋杀。叶小七先生，我听你同事说，那天去出差的本来是你，后来临时换成了其他同事，是什么原因呢？我点了点头说道，对，我那天早上肚子有点疼，我让经理等一下，经理说时间紧急，就安排其他同事去了。我没提镜子的事，毕竟镜子的事太诡异了，说了也没人相信。而且说出来之后，反而会让人觉得我在刻意的掩饰着什么，更加可疑。叶小七先生，我听说你和其中一位死者有冲突。我连忙解释道，我和小李子确实有些小矛盾，我们都是业务员，他抢过我2次单子，但是这都是同事之间的小矛盾，我完全没必要去害他的命。而且我对车子一窍不通，根本不知道怎么在车子的刹车上动手脚。叶小七先生，你别激动，我只是问几个问题，做个笔录，没其他的意思。而且我刚说的和你有矛盾的死者，并非小李子，而是司机小黄。司机小黄？我听一些同事说，小黄这人有龙阳之好，专挑帅哥下手。但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安全，小黄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举动。我们这里有一份你的报警记录，你曾报警说小黄性骚扰你。我听到后顿时有点懵逼，小黄性骚扰我？没有这事，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年轻的警员在抽屉里拿出一份资料放到我的面前，看到签名和字迹，我惊恐万分。关注小七，下集更精彩。看到签名和字迹，我惊恐万分。等我冷静思考后，我顿时明白怎么回事，是对方搞错了。我们公司有2个人的名字一样，都叫小七。我进公司晚一些，大家叫我小七，叫另一个老七。老七长得很帅，据说有一次出差被骚扰了，这事闹得挺大，后来还报了警。只是那骚扰的人是老板的叔叔，出来后继续在公司上班，反倒是同事们对老七指指点点，说他不要脸，诬陷别人。再后来老七跳楼了，我解释了一遍，之前报警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位同事。年轻的警员也被2个同名的名字绕得有些头晕，又问了其他几个问题，就让我回去了。回到家，我总有些心神不宁。我想到了老七，老七很帅气，他一出现就会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公司的很多女同事都喜欢他，我也暗暗羡慕他。出了那件事后，同事们对他指指点点，我也忍不住说了他几句坏话。老七出事后，我就很后悔，觉得自己就是其中一片雪花。我又想到了镜子的事，即使说那辆车出事是人为，也改变不了镜子未卜先知的事实。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凶手故意在镜子上留下字提醒我。但是凶手是怎么知道我会买下这面镜子的呢？我突然想到，前几天和同事说起，想去二手市场买一面全身镜。难道凶手故意准备好镜子放在二手市场的？难道凶手是我认识的人？一想到认识的人里可能有杀人犯，我就觉得有些头皮发麻。算了，还是等警局那边的调查结果吧。会议袭来，我便睡了过去。半夜醒来的时候，我透过光线看到墙上的时钟，
显示时间刚好是午夜12点。由于这几天养成的习惯，我第一反应去看镜子。这一看，瞳孔猛地瑟缩了一下，只见镜子上赫然是几个血红的大字。远离穿黑衣服的人。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冰冷刺眼的红字，感觉到一股冷意从背后冒出来。关注小七，下集更精彩。前几天镜子上一直没出现字，再加上车祸是人为的缘故，我觉得那血字可能是凶手留下的。但是现在这血字又出现了。我先去检查了房门，大门锁上，并未有被撬开的痕迹。我又把房间每个角落检查了一遍，确保没藏人。我住在16楼，不可能有人从窗户里爬进来，所以房间里不可能进人。我壮着胆子去看那镜子上的血渍，血淋淋的滑落下来，像是真血。会不会这镜子里藏着一只鬼？我心里有些发毛。想到镜子的提示，我打定主意，接下来几天都不出门。然而第二天早上刷牙的时候，就发现水龙头坏了。我连忙给物业打电话，大概2个小时后，敲门声响起。我本来想开门，突然想到镜子的提示，就透过猫眼往外看去，便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拿着工具箱的男人突然抬起头，那双眼睛格外瘆人。我抵着门站着，身体止不住的发抖。敲门声还在继续。我住的是公寓，门口是长长的走廊。这敲门声空旷透着惊悚。我想起前2天看了一个案子，说一个人伪装成水管工杀了一个独居女性。过了一会，敲门声才停止。我从猫眼往外看去，那男人已经不在了。突然公司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公司一趟。人事部打来的，说老板会来，每个人都要到，要是不去就等着被辞退。我想着自己的房贷，还是出门去了。当我来到走廊的时候，听到一股很诡异的叫声，吓得我连忙提快了自己的脚步，快速走出公寓。关注小七，下集更精彩。前几天镜子上一直没出现字，再加上车祸是人为的缘故，我觉得那血字可能是凶手留下的。突然想到镜子的提示，就透过猫眼往外看去，便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拿着工具箱的男人突然抬起头，那双眼睛格外瘆人。我抵着门站着，身体止不住的发抖。来到走廊的时候，听到一股很诡异的叫声，吓得我连忙提快了自己的脚步，快速走出公寓。当走出公寓楼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幸好没再遇到那水管工。为了避开黑衣服的男人，我没有坐地铁，而是走路去。一到公司，大家都来了。对于前一段时间的事故，大家都闭口不言，而同事们今天穿着也没出现黑衣服，我松了一口气。下班后，老板请客，公司除了老板4个人，只有1台车。我扫了一眼，大家依然穿着白天的衣服，没有黑色衣服。当我走过去想要上这辆绿色的车时，便被一个人叫住：“小七，你和我坐一台车吧。”当看到老板的穿着时，我的瞳孔猛地瑟缩了一下。老板穿的居然是黑色西装，而且对方的语态有些暖味，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和老板平时除了工作沟通，没什么交集。愣着干嘛？快上车呀！老板说着要推我上车。平时老板对我挺和善的，但是这次的态度特别抢眼。他的一只手像一根冷冰的铁棍似的抓着我，我挣扎着看去，就觉得老板的脸阴森森的，像是变了一个人。好在我力气大，奋力挣扎，终于挣脱了老板。恰好一个女同事走了过来，还故意撞我一下，老板变回了温和的模样。刚刚老板那恐怖的模样，仿佛没发生过似的。哼，小七啊，老板让你坐他的车，你怎么还推三阻四？这女同事叫小薇，是公司的财务，据说和老板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她对我的态度带着敌意。哼，你不坐我坐。说完，她就和老板一起坐上那辆车回去。刚刚老板那一下真吓到我了，我找了一个借口不去参加聚餐，打车回家。回到家我心神不宁的，总觉得要发生什么。手机突然弹出一条通知：沙雕大桥上一辆汽车发生爆炸，火光冲天。紧接着又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小七，老板的车爆炸了，幸好你刚刚没坐老板的车。小薇抢着坐老板的车，这是上赶着找死啊！我听着电话传来的消息，惊恐万分，同时心跳加速。我又看向静静伫立在客厅角落，闪着悠悠光亮的镜子。关注小七，下集更精彩。公司接二连三发生事故，老板还出了事，自然没法继续下去。接下来的几天，那镜子没有再出现任何事，而我再次接到警局的电话，让我去做笔录，了解情况。这次接待我的不是上次的年轻警员，而是换了另一位警官。小七先生，我姓张，我们又见面了。我盯着对方，却没有任何印象。1个月前，小七先生报警说公司有人骚扰你，是我出的警。小七先生后来怎么样了？我的脸色却很难看。之前那个年轻的警官因为名字一样，把另一个同名的小七误认成我就算了，但是为什么眼前这个警官也会认错呢？我和小七长得并不像，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没报过警，我这人其他的好不好不敢说，就是记性好。小七先生当初的手臂还受伤了，是我送小七先生去的医院。我看向我的手臂，那里确实有一道疤痕。我盯着那道伤疤，有些失神。
我忘记这伤疤是怎么来的了。之后我都有些心不在焉的做笔录。回到家，当看到镜子里映照出的人时，我愣住了。镜子里的人身形娇小，根本不是我，而是他的脸。我把家里的备用镜子都翻找出来，但是每张镜子上映照的全是他的脸。我有些崩溃，我为什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一晚上没有睡，第二天早上再去照镜子，镜中的人依旧是他的脸。经过一个晚上，我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一些。既然结果已经这样了，再歇斯底里也没用。我觉得我这诡异的遭遇多半和这诡异的镜子有关。老七已经死了，难道这镜子里藏着什么不寻常的秘密？要验证这件事其实很简单，只要找到镜子的上一任主人就行了。在去往二手市场的路上，我想到一个可能，这镜子的上一任主人会不会就是老七？这镜子救了我2次，他会不会就是要我的命？我的身体已经变成老七的了，灵魂会不会也被侵占？我想着这种可能，转眼就到了二手市场。那家老板是个大爷，不记得我买镜子的事。幸好他记得那面镜子，那镜子是老七的。老七是个好小伙，看我是个大爷，有什么不要的东西都给我。大爷，您说的老七是不是和我身高差不多，高高瘦瘦的，经常戴一顶帽子？大爷想了一会，是的，就是他。我背后的冷汗冒得更加厉害了。真的是老七的镜子，看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那镜子正一步步让我变成他主人的模样。大爷，您知道老七家住哪里吗？我在那镜子的缝隙里发现一只耳钉，可能是老七掉的，我想还给他。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回到家里，看着那面镜子，只觉得毛骨悚然。我想把那镜子砸了，但是老七的鬼魂说不定就藏在里面，砸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总觉得那镜子里有一双眼睛正盯着自己，就像盯着猎物。去！我一脚把那镜子直接踢到窗帘布下，那种被窥视的感觉终于消失了。我发现我买回来的二手镜子，感觉每天都在盯着我看似的。为了查出真相，我找了公司要了原来镜主人的地址，惊讶地发现镜主人居然是他，那种被窥视的感觉终于消失了。到晚上的时候，人事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老七的住址。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去老七生前住的家里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但是想到外面天已经黑了，我再大胆也不敢天黑去。我走回卧室，我裹着被子在床上睡去。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刚好凌晨12点。四周透着诡异的寂静，我盯着客厅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那镜子上会不会出现写字？明知道那镜子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心里还是产生浓浓的好奇心。来到了客厅，走到镜子前，镜子上居然是血红的一排大字：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那镜子里藏着的东西果然是老七的鬼魂。不去难道任由自己慢慢一变，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一次我不会再听镜子的指示。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人事给我的地址。老七的家是一片老旧住宅区，楼栋破旧，采光很差，透着一股阴森森的感觉。我来到那栋楼，上了3楼，来到老七家，直接走进那间没有门的房间。一股怪异的味道扑面而来，很浓郁的香气。卧室收拾得很干净，我的目光很快落在角落的箱子上。那箱子是木箱，一眼看去有些像棺木。这箱子说不定就藏着老七的鬼魂和镜子里的秘密。如果将老七的尸体送去火葬场，是不是就能化解目前我的疑惑和困局？我深吸一口气，将那箱子打开，里面果然躺着一具尸体。但是看见尸体的脸时，我脑袋轰的一下，突然懵了，竟然是我自己。如果将老七的尸体送去火葬场，是不是就能化解目前我的疑惑和困局？我深吸一口气，将那箱子打开，里面果然躺着一具尸体。但是看见尸体的脸时，我脑袋轰的一下，突然懵了，竟然是我自己。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死的不是老七，而是我。我有傍晚跑步的习惯，几天前我沿着河堤跑步的时候，突然看到熟悉的人跳入河中，我没有多想就跳下去救人了。我把人救了上来，自己却因体力不支牺牲了。在有意识的时候，我就成了鬼魂。我的鬼魂藏在家中的镜子，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那面镜子居然被老七买了回去，我是因为救老七死的。
他欠我一条命，我的鬼魂慢慢侵占着他的身体。那也不是老七的家，而是我的家。那面镜子也是我给二手市场的那位瞎子大爷的。因为我顶着老七的身体，所以老板对我的态度才那么暧昧。关注小七，下个故事更精彩。宿舍里几个老六准备5排打农药，忽然手机却同时响了起来，是班级群里发的信息。这所学校已经被规则怪谈所笼罩，你们必须按照规则行事，否则后果自负。1. 不允许放宿舍外的任何人进来你们宿舍。2. 不允许和外面敲门的人发生任何交流。3. 规则结束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允许打开宿舍门。4. 当宿舍熄灯后，所有人必须在1分钟之内回到自己的床上。请注意，只能回到自己的床，一张床上只能有1个人。5. 熄灯后，无论宿舍里发生什么事，都当作没看见。6. 当灯亮起后，所有人必须离开起床。7.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给叶小七的视频点个免费的关注和小爱心。以上就是全部的规则，请务必遵守。卧槽，这是哪个老六啊？大晚上的在群里发这些垃圾信息，八嘎！这个头像没看见过，不知道是那个屌毛。算了，别管他了，大家先去洗白白，等会打农药。今晚我带你们飞，我先回宿舍了。这时，隔壁宿舍的红毛开门准备回自己宿舍。就在他走出宿舍的一瞬间，他忽然表情惊恐地待在了门口，好像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我们发现了事情不对劲，连忙走过去询问他是怎么回事。只见他伸出手，颤抖地指着黑暗的走廊，嘴巴颤抖地动了动，却没发出任何的声音。突然，一个影子瞬间出现在大家眼前，一下就把红毛扑到了门口的另一边。我们都呆住了，接下来就传来了红毛的惨叫声。我反应了过来，连忙冲过去，一脚把门关上。就在关上门的一瞬间，外面的红毛也没了动静，只传来了一声不似人类的惨叫声和沉重的脚步声。这是怎么回事？看来刚才群里发的不是恶作剧，怎么可能？这不科学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讲什么科学？你没看到外面的红毛吗？你是不是也想试一下？这时我们身后传来了一声大哭，我们回头一看是绿毛，他正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他是红毛的弟弟，他们是隔壁宿舍的，今晚一起来我们宿舍准备开黑的，没想到却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突然他从地上爬了起来，大叫着要为他哥报仇，说着就往门外冲去。我连忙把他扑倒，叫他冷静一点。这时门外又传来了一阵犀利的惨叫声，还伴随着阵阵嘶吼，看来是有别的宿舍的人违反了规则。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连被我按在地上的绿毛都安静了下来。突然宿舍的灯闪了几下，然后就灭了。我突然想起刚才手机里说的规则，连忙起身对着同学们大喊，快回到床上去。听了我的话，同学们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床上，只剩下绿毛孤零零地站在宿舍里。我怎么办啊？他声音颤抖地问。你快躲到我的床底下，1分钟很快就到了。突然我的床开始上下摆动，好像是床下的绿毛在剧烈的挣扎，然后就是一声凄惨无比的惨叫。大家说说绿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关注小七，下集更精彩。上集说到，几个老六准备5排开黑打排位，红毛出门被神秘黑影一套5连鞭外加猛虎扑食，至今生死不明，破坏规则的人都一一消失。此时躲在床下的绿毛发出了一声杀猪般的惨叫，我们大气都不敢出的躺在各自的床上，我一点睡意都没有，正在为床下的绿毛伤心难过。突然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从我的床底下钻了出来，我大吃一惊，难道是绿毛吗？它不是已经被嘎掉了吗？我慢慢的扭过头去，发现那黑影从我床底下爬出来之后，就在宿舍里四处游荡，而且动作无比的僵硬，还伴随着阵阵的低吼声，不知道他在寻找什么。小七，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时上铺的同学声音颤抖地问我，别说话。我赶紧示意他不要说话。这时那黑影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慢慢的就走到了我的床前。小七看看屏幕前那些看视频不点赞关注订阅的人，此时被吓得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出。只见那黑影慢慢的弯下腰，对着我的床好像在看着什么，我差点快被吓尿了，只能慢慢的往被子里缩去，咬紧牙关不敢发出任何动静。过了一会，黑影慢慢的直起了腰，正当我以为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居然慢慢的爬上了楼梯。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着，希望上铺看视频不点赞的同学千万要挺住。这时我发现隔壁的床上的2个同学的被子也在抖动，看来他们也发现了黑影。这是什么？突然上铺的兄弟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大叫，与此同时灯也亮了起来。我连忙一个鲤鱼翻身下了床往上铺看去，只见刚才的黑影已经消失不见了，只剩下上铺的同学在瑟瑟发抖。同学们快点下来！其他同学听见我的叫声，连忙连滚带爬的下了床，只剩下上铺被吓傻的小宝。小宝，你快点下来！我不要，躲在被窝里才是最安全的。我刚准备上去把他强行拉下来，这时我发现他的被子停止了抖动。小宝，你怎么了？
没有人回应，我壮着胆子爬上楼梯，一把拉开了他的被子。只见小宝一脸呆滞地躺在了床上，怎么叫他都没反应。小七，小宝到底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因为他没有下床的原因吧。同学们听完，胆子小的已经坐在地上开始大哭，胆子稍微大一点的也在瑟瑟发抖。宿管查寝，快点开门！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坐在地上哭的同学立马就像看到救星一样，大哭着就要去开门。我连忙抢先一步拦在了门前，对他说：“你难道忘了规则里说过的吗？不能和外面敲门的人有任何的交流。”快点开门！你们在里面干什么？再不开门的话，集体扣学分。我不管，我要离开这个地方。那同学显然已经崩溃了，大哭着向我冲来。关注订阅小七不迷路，下集更精彩。只见那同学大哭着朝着我冲过来，我只能抬起小短腿把他踢翻。你能不能冷静一点？你这样会害了我们所有人。就在这时，门外的宿管见我们迟迟没有开门，就拖着沉重的步伐往隔壁宿舍走去。开门，宿管查寝。同样的话传来，就在我为他们默默祈祷的时候，隔壁传来了一阵开门的声音。我知道那些看视频不舍得给小七免费点赞的人完了，他们真的是白天不懂黑的夜。果然，在一段时间的安静过后，传来了令人不寒而栗的阵阵尖叫声。这是什么东西？救命啊！我们谁也不敢说话，只能是静静地听着隔壁恐怖绝望的叫喊声。过了好一会儿，声音渐渐地停了下来。此时的我们已经是瑟瑟发抖了。小七哥，怎么办？我这么年轻，还没娶媳妇，不想嘎在这里。别担心，只要我们小心一点，不触犯规则，就不会有事。我话音刚落，头顶上的灯就又闪了起来，然后啪的一声就灭了。我们已经有了经验，知道了规则，连忙跑到了各自的床上。没过2分钟，忽然宿舍里面刮起了风，可是我们宿舍连窗户都没有，门又是关得好好的，哪来的风？突然，我听到门口的位置传来了吱呀声，好像是门被打开了。我壮着胆子抬起头看了一眼，只见这时的宿舍门已经打开，走廊的墙壁上布满了红色的液体，同时还传来了阵阵的嘶吼声。小七哥，门怎么开了？要不我去把门关上吧？隔壁的同学小声地问我，我还没来得及回他，就感觉我的头顶好像有什么东西走了下来。扭头一看，居然是小宝，他慢慢地走下楼梯，然后一脸呆滞地往门口走着。小宝，别出去！隔壁的同学见状就要起身阻止他，千万别起床！我见状立马小声地叫住了他。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宝慢慢地走出了宿舍。这时灯又闪了几下，然后就亮了起来，我们也连忙起身。但是奇怪的是，就在灯亮起的时候，宿舍门又处于关闭的状态，好像从来都没人动过一样。我上铺的小宝也还静静地躺着。小七，这是怎么回事？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好像想通了什么。刚才发生的所有事，应该都是那些看视频不订阅点赞的人搞的鬼，目的就是骗我们下床，只要我们一下床那就完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的声音。我是年级主任，刚才宿管反映你们宿舍不配合查寝，赶紧开门，不然全部开除。此时的我们应不应该给他开门呢？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集再见。你们的每个点赞和关注都是对小七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我们静静地听着门外的动静，生怕惊动了门外的东西。此时门外的东西显然不耐烦了，开始咣咣咣地砸门。我们都很担心，这薄薄的宿舍门能不能挡不住门外不知名的怪物。快开门！我真的是年级主任。我操！你说是就是，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这时我们的手机又同时响了起来。请注意，门外如果有人自称是班级主任，那你们就要自己做选择。如果他真的是班级主任，你们就可以放他进来；如果不是，千万不要开门。班级主任是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门口说话的显然是个女人的声音。我们一定要挺住，千万别开门。大家快看，小宝又起来了。我闻声连忙转过头去，果然躺在床上的小宝又一脸呆着的从床上爬了下来。小宝，你要去哪里？只见小宝魂不守舍的朝我们走来，脸上浮现出诡异的表情。我们连忙退到一边，惊恐地看着他，不知道他会对我们做什么。只见他只是看了我们几眼，就朝着门口走去。他要去开门，要不要阻止他？小七，跟我来啊！这时小宝发出了一阵机械般的声音，我哪里敢跟着他走？看着他慢慢把手放在了门上，外面还有不知名的东西在撞门，我们都吓得瑟瑟发抖。突然，我旁边的黄毛同学冲了过去，一把就将小宝推开，差一点点就让小宝把门打开了。受到突然袭击的小宝显然有些不知所措，愣愣地坐在地上，还是那一脸呆滞的表情。我们也时常呼出了一口气。这时外面又传来了脚步声，好像是又有人走了过来。我伸着头仔细地听着，不愿意放过一点细节。开门，我是年级主任。我这才放松下来，刚准备去开门，同学们又叫住了我。小七，你怎么确定外面的就是主任？我装逼的一笑，因为他穿的是西装，而且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你怎么知道他穿的是西装？你又没看到？
因为他刚才的脚步声很硬，证明他穿的是皮鞋，再加上他是个中年男人哦，所以我判断他80%就是年纪主任。那万一你判断错了呢？黄毛，你是不是不想要学分了，还不给我开门？这时门外的主任又说话了，这下我们大家都放下心来。我慢慢的走到门口，轻轻的把门打开一条缝，看清了外面站着的人，果然是穿着西装的主任，我这才敢把门打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来个免费的小爱心，下集更精彩。此时小七轻轻的把门打开一条缝，看清了外面站着的人，果然是穿着西装的主任，这才敢把门打开。主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红毛和绿毛都遭遇了不测，我们不想死在这里。我刚说完话，主任面无表情的走进来，看了看坐在地上发呆的小宝，什么话都没说，弯腰把小宝扛在了肩膀上，就往门外走。黄毛同学还想上前说着什么，我见状连忙拦住了他。就在主任刚走出门口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他先是盯着面前黑暗的走廊许久，然后转过头来，快速的对着我们说一句：你们要记住，在明天天亮以前，你们一定要逃出宿舍，千万不要走楼梯。说完就扛着小宝迅速的消失在了黑暗的走廊里，然后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了，我们三个面面相觑。小七，刚才主任说的是真的吗？可是规则不是说我们不能踏出宿舍门吗？我也很是不解，想着今晚发生的事情，总感觉有那么一丝不寻常。先是红毛一走出宿舍门就被不知名的怪物袭击，然后又是主任告诉我们一定要逃出宿舍，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时间流逝，我们几个在发呆中度过了不知道多久，直到一声鸡鸣才把我们从恐惧之中拉了回来。小七，怎么办？天马上就要亮了。我一咬牙大吼一声，拼了！你们都跟我走，要挂我先挂！我壮着胆子打开了房门，霎时间一阵冷风吹了进来，我看着昏暗的走廊瑟瑟发抖。可是想象当中的怪物并没有出现，我们连忙往前跑去，跑了不知道多久，我们终于来到了电梯前。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有2个电梯门，一个上面写着美女，一个上面写着野兽，应该只能选择一个。就在我们还在犹豫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嘶吼声，肯定是有怪物追来了，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赌一把，于是我按开了通往野兽的电梯，带着同学们走了进去。就在电梯关门的一瞬间，伸进来了一只手，我们吓得嗷嗷大叫。奇怪的是，电梯并没有受到影响，还是在正常的运行着。那只手就这样断在了我们眼前。点开电梯就要到达1楼，我们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突然电梯停了下来，然后缓缓地朝2边打开。接下来我们迎接的是美女还是野兽呢？别忘了点赞，我们下期见。随着电梯门的缓缓打开，我们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不知道外面迎接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小七，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飘过去？我当然看到了。那是什么东西？好恐怖啊！小李子的话音刚落，我们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我们连忙掏出手机一看，恭喜你们已经逃出了宿舍。现在你们请记住以下的内容：1. 必须在电梯关门前走出去。2. 出了电梯往右走。3. 无论身后有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许回头，否则将会有很恐怖的事情发生。4. 看完这则消息立马点赞并且关注，否则规则怪谈就会找上门来。我看着这则消息，感觉有点不对劲。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发这则消息的人好像在帮我们？这则消息没有那些模棱两可的话，全都是在指引我们。请注意，请注意，电梯即将关门。就在这时，电梯的喇叭发出了机械般的声音，我们赶紧冲出了电梯，然后一直往右跑。后面似乎吹来阵阵凉风，感觉就好像有人在对着我们的脖子吹气一样。小七，我是你奶奶，你要去哪里？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一个慈祥的声音，我一愣，这声音居然是我已经去世的奶奶。不对，我奶奶已经去世了，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再联想起刚才的短信，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在引诱我回头。此时不知情的黄毛和小李子却愣愣地转过身，顿时四肢僵硬，目光呆滞，像有股力量拉着他们向着声音发出的地方缓缓走去。我呆立一会之后，连忙使劲地甩了甩头，然后捂住耳朵大声说道：大家别转身，快跑！不一会我就来到了宿舍楼下，这下应该摆脱了危险。兄弟们，我们终于逃出来了，我对后面的同学们说着。可是没人回答我，愣了一会，我转身看去，立马就呆住了。此时的宿舍楼下就只剩我一个人，另外的2个同学却消失不见了。我伤心地坐在地上，短短的一晚上，我居然失去了这么多的兄弟。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了一阵阵走路的声音，我往前看去，居然是一群丧尸在往这方走来。我大惊失色，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在我闭上眼睛准备听天由命的时候，这时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关注小七，下期更精彩。就在我闭上眼睛准备听天由命的时候，这时我身上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我连忙掏出一看，是群里那个神秘人发的。如果你遇到了一大波的僵尸，请躲藏起来，千万不要让他们看到你的正脸。我连忙起身照做，果然僵尸群缓缓地从我身后走过去，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我拿出手机，发现此时群里只有我们2个人，看来其他同学都遭遇了不测。你好，谢谢你的帮助，请问你是谁？
努力活下去吧。当你通过所有关卡的时候，就会见到我。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生怕发出一点动静惊动那些僵尸。笑气，你要去哪里呀？这时背后传来了黄毛的声音，怎么回事？他不是已经去见佛祖了吗？我刚想回头，却猛然想到，这可能是什么未知的东西在引诱我。对，只要一回头就完蛋了。于是我假装没听到，继续往前走着。笑气，我和你说话，你怎么不理我啊？刚才怎么扔下我们跑了？还好我命大活了下来。背后的黄毛又发出了声音，我停了下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突然，背后传来了一声僵尸的吼叫，还伴随着黄毛的尖叫。有僵尸，快救救我！我已经崩溃了，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只能跪在地上抱头痛哭。突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心头一惊，以为是僵尸。笑气，你是怎么回事？刚才叫你救我，你怎么不来？还好我身手敏捷，不然就要去西天取经了。我猛地一回头，发现站在我身后的正是黄毛，旁边还躺着一只僵尸。黄毛，真的是你小李子呢？怎么没和你一起？听我这样一说，黄毛的情绪显然变得低落，只见他伤心地说道：小李子变成了僵尸，我在关键的时候把内裤套在头上，才逃过一劫。到底是什么怪物在害我们？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一个穿白色衣服会飘的家伙，手里还拿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点赞关注。他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僵尸。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可奇怪的是，黄毛的手机却没有响。我拿起手机一看，又是神秘人发的。请注意群里的人数，群里的人数代表剩余的幸存者。看到这里，我瞬间惊呆了，抬头看着眼前的黄毛，我的脸上满是惊恐的往后退。你到底是谁？眼前的黄毛显然不知所措。小七，你是不是疯了？我是黄毛啊！不对，你不是黄毛，黄毛已经去西天找师傅了。你到底是谁？到底想怎么样？哈哈哈，居然被你发现了，那我就不装了。说着，他摇身一变，居然变成了刚才他口中所说的阿飘。我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用颤抖的手指着阿飘说：“你居然是白无常，你出来了，黑无常知道吗？”白无常没搭理我，慢慢的向我飘来。这时手机又响了起来，马上闭上眼睛，念恐龙螳螂。我连忙照做，眼睛一闭，嘴里不停的念叨着。过了许久，我睁开了眼睛，发现眼前的白无常已经消失不见。很显然，我又一次艰难的活了下来。我拿起手机给神秘人发了一个信息：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可是发完我才发现，此时的群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神秘人也遭遇了不测？抢走你前桌的试卷，并向他表白，否则10秒后他将死亡。这是监考老师刚刚塞给我的一张纸条。看完后，我抬头看了看前桌，他是我们学校的年级第一，也是我的暗恋对象。这字条是怎么回事？让我在高考考场上向人表白，恶作剧吗？虽然我想不通监考老师为什么要恶作剧，然而下一瞬，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屋顶挂着的老式电灯突然脱落，锋利的灯尖朝着前桌的脑袋砸去。此时我脑袋一阵空白，身体僵在那里，想大叫，但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一般，发不出一点声音。这时门外突然进来2个穿白大褂的人，将前桌的尸体抬走了。更诡异的是，四周的考生全都在认真做题，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刚刚发生的事。我坐在椅子上，浑身发抖。要是我刚刚真按纸条上的做了，前桌是不是就不会死了？我思考着再次打开那纸条，可是纸条上的字居然发生了变化。去打最后一排考生的脸1巴掌，还有记住叫看视频的朋友点赞关注，否则30秒后他将死亡。因为前桌的死我很愧疚，要是我按纸条上的做，说不定他就不会死了。这一次又一条命掌握在我手里，我没多想，迅速起身来到最后一排。巧的是，这个人是我们学校的校霸，个子不高，但是孔武有力，是学校有名的狠人。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伸出手，在他脸上猛地甩了一巴掌。校霸顿时懵逼了，但是很快反应过来，他奶奶个熊，你是不是吃辣条吃多了，居然敢打老子？他猛地站起身，揪起我的领子，另一只手握拳抬起。就在我下意识闭上眼睛，准备迎接被痛揍的时候，突然响起一声轰隆巨响，我和校霸同时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校霸刚刚坐着的位置居然塌陷了下去，灰尘蒙蒙，那洞似乎很深，要是校霸刚刚没站起来，可想而知是什么下场。校霸愣了一下，转身对着我说：“你小子救了我，以后有事我罩着你。”很快，校霸也发现了不对劲，他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么大的动静，监考老师和考生竟都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我看到2个穿着白大褂的在教室门口张望着，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这咋回事？校霸问道。你问我，我问谁啊？好在刚刚就我一个人觉得不对劲，现在校霸和我一起，2个人也有个伴，有事可以商量一下。我低头看向手中的纸条，此时上面的字再次发生变化。监考老师都佩戴监考证，照片是本人照片，可交谈。要是发现照片上是骷髅头，千万别和他交谈。
我刚看完，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同学，发生了什么事？面前是一个陌生的监考老师。我刚想说话，想到纸条上的规则，于是低头看向他的监考证，照片居然是白色骷髅头。但是就在此时，老师，这里塌了个大洞，你快来看看怎么回事。校霸连忙叫道。他似乎很高兴，终于有监考老师发现不对劲了。我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监考老师在校霸的指引下走了过去。塌了个洞吗？我看看。监考老师脸上的笑意越来越诡异。这洞有点大，得找东西补补。监考老师看向校霸，笑容逐渐变得诡异。突然在背后就是一脚，把那些看视频不点赞关注的人踢进了那个深坑。很快传来骨头碎裂的声音，校霸没了声息，只有浓郁的血腥味从深坑里冒了出来。上集说到我暗恋的班花忽然被一盏吊灯砸下，被穿白大褂的诡异人抬走之后，规则又被改变，叫我去扇校霸一个耳光，差点被他暴打之时，诡异的骷髅头监考老师忽然出现，把校霸踢进了黑洞里。此时的我正在惶恐不安中瑟瑟发抖。每次规则都有所不同，一个个同学的消失令我感到恐惧感油然而生。这时监考老师缓缓地向我这边走来，正直勾勾地盯着我，不断发出诡异的声音。同学，跟我去办公室走一趟吧。我刚想拒绝，就看到纸条上浮现的新规则：不要拒绝监考老师的任何要求。看视频的朋友给个免费的点赞。看来这个纸条上的话就是规则，而校霸就是因为没有遵守规则才会死的。我看着面前的诡异老师，你想拒绝我？监考老师扭曲地看着我，眼睛里闪耀着兴奋。我没说话，只是跟了上去。此时监考老师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失落。刚踏出教室，我就察觉到诡异，整个考场都特别安静，过的几个教室也都是空的。到了，你自己进去吧。监考老师的声音响起，我看向眼前的办公室，门开着，却有一股血腥味，伴随咔嚓咔嚓的恐怖声音，好像有什么怪物在吞噬那些看视频不点赞关注的人的血肉。监考老师再次开口：同学，快进去，你只能犹豫10秒钟。10秒钟不进办公室就会死，但是办公室里好像藏着吃人的怪物，进去也是死。就在我要彻底绝望的时候，一个声音响起：这位同学，考试时间，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快回到你的考场去。此时另一位监考老师出现在我的旁边，他的监考证上没有骷髅头。既然规则不能拒绝监考老师的要求，我连忙转身朝着教室快步跑去。余光瞥见骷髅头老师的脸上显示着不甘和狰狞。快到考场的时候，我问身边的老师：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师没说什么，只是塞给我了一张东西就转身走了。我看着那是一张染了血的准考证，名字叫小美，我感觉有点熟悉。突然我想起来，这个小美在上一届高考的时候就离奇死亡了。当时家长到学校闹事，这事情传得沸沸扬扬。转眼我走进考场，考生们依旧机械地低着头做题。小美，快回到你的座位上。监考老师看向我，为什么叫我小美？我不是小美啊，我明明叫……我的脑袋像是卡住了，我居然忘记了我叫什么。只是径直地走向了座位，拿出纸条。诡异的是，上面一片空白，刚刚出现的字就像幻觉一样。难道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吗？就在这时，突然一个男生冲到我面前，故意放了一个屁。本来不想理他，但是这屁香味太浓了，掺杂各种气味，羊肉、猪肉、鱼、丸子、螺蛳粉，什么味都有。伴随着空气在我四周来回游荡，闻了一小会，顿时让我感觉到饥肠辘辘。于是我连忙起身去和他争论。就在此时，只见一盏灯狠狠地砸向我刚刚的位置，我顿时全身发抖。如果不站起来，后果可想而知。这位考生，告诉老师发生什么事了？监考老师看向那个男生，而男生紧闭着嘴，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我目光扫过监考老师的监考证，之前的骷髅已经变成了他自己的照片。我开口道：老师，我告诉您发生什么事，天花板上的灯掉下来了。监考老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失落地离开了。谢谢你啊，我叫小黄。你刚才为什么不敢说话？小黄将手里的纸条给我看。监考老师都佩戴监考证，照片是本人的可以交谈。要是发现照片上是骷髅，千万不要和他交谈。和我的猜测一样，他的纸条上也会出现规则。此时我变得更加疑惑了。上集说到诡异的骷髅老师想诱骗我独自走进阴森恐怖办公室，在我感觉就要跟世界说拜拜的时候，一个监考老师救了我。当走进教室，厄运连连的我差点又被吊灯砸死，还好小黄的一个屁救了我。此时我觉得事情越来越诡异了。一个叫小黄的同学也和我有着一样的遭遇，都收到了一张诡异的纸条。目前的情况只能和小黄合作，才能找到出去的办法。我对他说道：我现在的准考证是小美，但是小美早就去西天见佛祖了，而死人不会受到纸条上的规则束缚。意思就是你拿到了小美的准考证，所以在他们眼里你就成为了小美。是啊，但是现在没有规则束缚我，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我总不能一直在这诡异的考场上以一个死人的身份活着吧？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里。我经常看诡异的小说，我觉得突破点就在小美身上。小美的自杀没有那么简单，或许找出小美的死亡的真相就可以离开这里的。
问题是去哪里找出小美死亡的真相呢？这座考场就是小美的学校，学生档案室里肯定有小美的资料。档案室在哪里？档案室就在行政楼6楼的最后一间。小黄好像对这学校很熟悉，他难道是这学校的学生？我尝试着走出教室门，忽然一个身影闪了出来，差点把我吓得尿都出，我心里10000个草泥马。监考老师对着我说：“同学，你要违反考场守则吗？”这句话说得我毛骨悚然，难道小美也要遵守考场守则？我无奈的只好回去。怎么才能去档案室呢？就在这时，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生的语文考试结束了，数学考试将在20分钟后进行，请20分钟后准时回到考场。监考老师转身离开了教室。正常来说，早上考语文，下午考数学，中间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现在这休息时间竟被硬生生的压缩到20分钟。但比没有好，至少给我20分钟去寻找真相。我和小黄连忙朝着考场门口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小黄突然停住，他将纸条递给了我，纸条上赫然出现一句话：立即前往考场大门口领取餐盒，请不要浪费粮食。看视频的小伙伴来个免费的点赞。这里距离考场大门口跑去都要7、8分钟，来回家吃饭20分钟都很赶，根本没有时间前往学生档案室。那就只能你吃饭，我去找。小黄犹豫了一下，便点了点头。到了行政楼，虽然是白天，行政楼里阴森森的，还伴随着阵阵诡异的嘶吼声，楼道里更是潮湿阴冷。我刚才看了行政楼布局，档案是在5楼。小黄为什么说在6楼？难道是记错了？我看着阴森的楼道，壮着胆子跑了上去。这时我口袋里放着的纸条掉了出来，我看着那纸条，脸色顿时变了。那纸条上有字，我拿着小美的准考证，以小美的身份活着。不是没有规则束缚我了吗？怎么又出现字了？我想去捡起那纸条，看看上面究竟写着什么。突然，一只黑色的大象脚踩在纸条上，我看着这双鞋，感觉怎么这么眼熟？我立马抬头往上看去，是那个监考老师。我下意识地往后退，立马扫看他的监考证，上面的照片居然又变回了骷髅头。我此时心想，是不是今天早上出门没烧香，怎么这么倒霉？此时，骷髅头老师用诡异阴森的眼神盯着我说道：“同学，你的准考证呢？拿出来让我看看。”我急忙的去摸口袋，我刚就把小美的准考证放在这个口袋里，怎么不见了？完了，小美的准考证不在我身上。监考老师的眼神越来越兴奋。同学，你的准考证呢？同学，你的准考证呢？一道道的声音像催命符一样在我脑袋回荡，我身上的汗毛立了起来。只见他慢慢的靠近我，缓慢的抬起双手，准备要动手。我终于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张准考证，颤抖着手递给他看。他死死地盯着准考证，脸色瞬间变成狰狞和愤怒，将我的准考证扔在地上，转身走了。我坐在地上浑身发软，幸好我自己的准考证还在，不然就阿弥陀佛了。那小美的准考证呢？该不会在小黄身上吧？可能在我们分开的时候，他偷走了准考证。那他为什么要偷走小美的准考证呢？我还天真的以为他跟自己一样。一波波刺骨的寒意顿时遍布全身。我捡起地上的纸条，请立即前往考场门口领取餐盒。现在的准考证是自己的，必须得遵守规则，不然就会嘎掉。现在已经过去5分钟了，我还剩15分钟。我深吸了一口气，往档案室走去。我四处寻找小美的日记，在一个角落终于找到了。我打开日记，发现小美的同学竟然是小黄。他们把我堵在厕所里，对我进行辱骂，只因为我在班里成绩优异，招人喜欢。他们心生妒忌，就对我校园霸凌。还有一个人是最可恶的，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之后的内容就全是对小黄的恨意。小黄，难道他就是让小美自杀的罪魁祸首？如果小黄死了，小美的怨气就会消散，我是不是就能从这诡异的世界里走出去了？为了找到小黄，我到处搜寻他的身影。当我踏进另一栋楼时，厕所的方向忽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只见他好像着了魔一样，身体僵硬地走进了厕所。是小黄。我放低脚步声走了过去，贴着门口站着。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纸条，就见上面的字变了。保洁员都穿蓝色马甲，要是看到穿黄色马甲的，千万要避开。提示：一定要保持地面清洁，否则保洁员会生气，切记屏住呼吸。我悄悄地走进厕所，其中有个隔间响起了冲水声。他开门走了出来，看见是我，满脸惊讶。怎么是你？说完，迅速地将门关上，躲了回去。我刚想破门而入，门外一阵滋啦滋啦的声音。只见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保洁员走了进来。一定要保持地面清洁，否则保洁员会生气。我突然想起纸条上的警告，再看地上满地的脚印，完了！我连忙也躲进厕所里，在厕所里能清晰地听到保洁员的嘶吼声，疯狂地敲着厕所门。我屏住呼吸，后背狂冒着汗，我和小黄都不敢出声。砰的一声，我这扇门被撞开了。更可怕的是，刚才他还是蓝色马甲，现在变成了黄色马甲。他恶狠狠地盯着我，手里像是拿了一把利器。我用颤抖的眼神看着他手中的家伙，让我想起了云南说唱女王暴走青。
买大了，这个香蕉、芒果、枣子、橙子、柚子、橘子、糯米糍粑、黄粑、麻花、米花、米粉、口馒头、碗口、麻辣春的片、花椒面、麻辣辣椒面、花椒面、豆腐、豆干、木鱼豆腐、豆芽、西红柿、金针干。云南还没去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都没吃过，就这么去见佛祖，我不甘心啊！在这紧张的时刻，我突然想起纸条上的提示，屏住呼吸。这时他如同看不见我一般，重重地关上了门，转身去了隔壁。一阵砰砰的敲门声后，就听到小黄一声大叫：“救命啊！”一顿声音过后，顿时安静了下来。我咽了咽口水，缓慢地打开门。此时厕所里已不见他们的身影，只见地上掉了一张染血的准考证，是小美的。那小黄呢？难道他也被送去西天见佛祖了吗？他明明拿着小美的准考证，也会触犯规则吗？我的猜测好像是对的，之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就算是小美本人，也需要遵守规则。这时，忽然外面又传来滋啦滋啦的声，不会是保洁员回来了吧？我急忙跑了出去。为什么这一切还没有消失？难道害死小美的主要原因不是小黄吗？既然没有结束，我肯定忽略了什么。那个日记本后面几页像是被人撕掉了，关键信息肯定在那被撕掉的几页里。怎么办？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等等。刚才听到厕所里小黄的那个隔间像是有什么东西掉了，他会不会遗落着什么东西？我赶快跑过去，不出所料是他的手机。但是怎么开锁？我看过小黄的档案，输入他的出生年月，居然打开了。我急忙翻看，很快就发现了他和一个人的聊天记录。怪不得小黄不是罪魁祸首，原来他是受人控制。这个昵称叫小兰的才是主谋，而且小黄非常喜欢他，每次欺负小美后拍图发给他，就会受他夸奖，并且这个小兰也是这座学校里的人。突然，我汗毛立了起来，因为我感觉背后有一阵呼吸声，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浑身一僵。我转过身看去，是那位监考老师，顿时松了口气。那监考老师递给我一张纸条之后，转身走开了。纸条上写着，凶手就在这考场中，必须在今天考试结束前找出他。我悚然一想，那个凶手不仅是这个学校的，还在这考场中。我看向四周正在奋笔疾书的考生，其中就有一个是凶手，伪装得很好。我抽校霸巴掌的时候，他肯定就发现我的异常了，说不定早就盯上我了。我总觉得有一股目光落在我身上，我连忙四处看去，却一无所获。这种被当成猎物的感觉很难受，我却被困在这考场里，什么都做不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痛苦地煎熬着。随后我举起手说道：“老师，我要提前交卷。”那监考老师走了过来，阴森地带着打量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老师，考场规则，考生可提前30分钟交卷。那监考老师愤恨地瞪了我一眼，无奈点了点头，放我出去了。我一出考场教室，就朝着行政楼跑去。我要去找那位叶老师，只有他能帮我了。我四处找了起来，无比希望能看到那一抹身影。忽然，我感觉到一股凉飕飕的冷风吹在我脖子上，转头就看到穿着黄色马甲的保洁员正站在我的身后。这位考生，考试期间不可以在考场乱走哦。他手里拿着东西，我吓得差点魂飞魄散，迈开脚步就往前跑去。保洁员并没有放过我，而是追了上来。不可以在考场乱走哦，不可以在考场乱走哦。我的体力消耗跑得越来越慢，他却像是不知疲倦。眼看他要追上我的时候，一个人影快速将我救走。救我的黑影没想到是看视频点赞关注的人，我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息着。叶老师，指使小黄的到底是谁？你能告诉我吗？叶老师摇了摇头。我也一直在调查，但是他很谨慎，藏得太深。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教室里那些男生的脸，那藏在暗处的究竟是谁呢？时间过得很快，距离考试结束只有20分钟了。我只有20分钟找出真凶了，要是20分钟找不出来，我会不会被永远留在这个规则的世界？这时叶老师说道：“我有一个办法。”我满怀希望地看着他，手里拿着小美的准考证。你假设自己就是小美，抛开一切杂念，静下心慢慢领悟，看能不能走进小美的梦境。我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其实当初拿到小美准考证的刹那，我脑海混混沌沌的，仿佛觉得自己就是小美。我和小美这种莫名的联系，或许就是我被选中进入这规则世界的原因。按照老师的指示，我闭上眼睛，手里紧紧抓住小美的准考证。忽然，那些痛苦的记忆立马涌现在眼前。做好的试卷被撕掉，被关在学校厕所，放学后被拦在角落，被甩巴掌。想告诉老师和家长，却被威胁要公开那些照片，被绝望和痛苦无时无刻侵袭着。高考前一天，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帮我作弊，否则我就把照片公开出去，你一辈子就毁了。然而，第一场考试就出了问题。考生小美考试作弊，终止本场考试，考试成绩无效，取消考试资格。我忽然出现在顶楼。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做错了什么？还有为什么我向你告白，你要拒绝我？
我猛地睁开眼睛，没想到是我杀死了小美，我就是那个凶手。痛苦吗？小美所承受的比你痛苦100倍，人生就该好好学习，为什么要去欺负其他人？说完，叶老师朝着我走近，拿出利器插进了我的心脏。新闻早报：清晨大街上2辆小车相撞，其中一辆车上坐在副驾驶上的人头部重伤昏迷，抢救失败后死亡。据悉，遇难者是正要去参加高考的考生。